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话说古时，舞阳县有一个年过60的赵姓老婆婆，此人和丈夫成亲多年，膝下只有一女。在女儿16岁那年，赵老婆婆把女儿嫁给了当地的一个木匠为妻，夫妻二人恩恩爱爱，过得十分幸福快乐。女儿和女婿成亲不久，便有了一个儿子，这孩子的名字叫苏玉哲，长得粉雕玉琢，聪明伶俐，十分的乖巧可爱。本来这样幸福的日子应该会一直进行下去，可是俗话说得好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赵老婆婆的女儿和女婿在一次外出途中遇到了山洪，夫妻二人发生了意外，只留下年仅3岁的苏玉哲。赵老婆婆看着外孙自小就失去了父母，十分可怜，于是便把外孙接到了自己家中，亲自抚养。由于赵老婆婆的丈夫在几年前也离开了人世，所以从此以后，赵老婆婆便和苏玉哲一起相依为命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赵老婆婆精通女工刺绣，虽说现在年纪大了，但是仍然能做得一手好绣活。她靠着做绣活补贴家用，生活虽说不是大富大贵，但也算是衣食无忧了。在苏玉哲5岁那年，赵老婆婆发现苏玉哲十分喜欢读书，于是就把苏玉哲送进私塾。令人称奇的是，苏玉哲果真有读书的天赋，读起书来可谓是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被当地的人们称之为神童。赵老婆婆的邻居是一户姓刘的人家，此家的女主人早早去世，家中只有父亲刘德和女儿刘秀兰相依为命。刘秀兰生得美貌无比，温柔贤淑，只不过这刘德平日里不务正业，喜欢赌博，妻子生病都无钱医治，最终导致妻子因病而亡。因此刘德在乡里乡亲们的印象中口碑十分不好。刘秀兰的年纪只比苏玉哲小1岁，二人从小一起长大，也算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起初的时候，二人都不懂男女之情，只觉得互相在一起玩耍十分愉快。可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，苏玉哲觉得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单纯善良的姑娘。这一年，苏玉哲16岁，他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，考中了秀才。这一下可轰动了当地，毕竟能以16岁考中秀才的人，古往今来也是不多的。苏玉哲觉得自己现在有秀才的身份在，如果上门提亲的话，想必刘秀兰的父亲不会不答应。于是他便把自己的心事说给了外婆赵老婆婆听。赵老婆婆听说此事之后，也觉得邻居刘秀兰十分不错，于是特意去镇上买来了一些贵重的礼品，带着苏玉哲前去刘家提亲。可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刘秀兰的父亲刘德一听说苏玉哲想要娶自己的女儿为妻，当即便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也不看看你这么一个穷书生，居然还想娶我的女儿为妻。我的女儿将来是要嫁给财主员外的，怎么可能嫁给你这么一个穷小子呢？你就趁早死了这份心吧。”苏玉哲听完此话之后，十分生气，他对刘德说道：“我虽说现在家境贫寒，但是已经考中了秀才，再过2年进京赶考，一定会考中功名，入朝为官的。正所谓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”话音刚落，刘德却摆了摆手，说道：“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看不了那么长远。我这女儿长得如花似玉，嫁个有钱人不成问题。我还打算收一大笔聘礼去赌场赌博呢，你别耽误了我的好运气，赶快走。”赵老婆婆看到刘德这个态度，二话没说，拉着苏玉哲就朝外面走去。出去之后，赵老婆婆对苏玉哲说道：“自从你考中秀才之后，想要嫁给你的女子多得很，咱们何必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呢？既然她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你，
那咱们也不强求。可是令赵老婆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苏玉哲仿佛是张飞吃秤砣铁了心，一定要娶刘秀兰为妻。他在刘秀兰门外大声喊道：这辈子非你不娶，若是你有心嫁我为妻的话，等我3年，等我考中功名，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。房间内的刘秀兰听到苏玉哲这么说，心中也是恩爱，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嫁给苏玉哲为妻。就这样，从此以后，苏玉哲更加努力地刻苦读书，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功名，娶得心爱之人为妻。这一日，苏玉哲去镇上赶集，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，坐在一块石头上唉声叹气。他赶紧走过去询问老者，是不是需要帮助。老者对苏玉哲说道：哎，人老了，年纪大了，走2步居然把脚给崴了。苏玉哲此时询问老者家住何方，老者说出了家庭住址之后，苏玉哲毫不犹豫地背起老者，送老者回家。走了大概1个时辰，苏玉哲终于把老者背回了他的住所，随后准备告辞离开。老者叫住了苏玉哲，对苏玉哲说道：你这年轻人是个热心肠，把我背回家，不求回报，十分难得。老夫精通阴阳5行之道，观你面相，知你3年之后必将上京赶考，考中功名，而且还是风风光光的状元郎。苏玉哲一听这话来了兴趣，随后他询问老者说道：老先生既然精通卜算之术，那可否再帮我算一算婚姻呢？老者听了以后掐指算了起来，许久之后，他对苏玉哲说道：你将来的妻子面容丑陋，乃是天下第1丑女，而且我还算出你考中状元之后，定会因为妻子的缘故遭到贬值，最终沦为乞丐。苏玉哲听到老者说的越来越离谱，觉得老者有些神神叨叨的。他现在一心想要娶刘秀兰为妻，那刘秀兰长得虽说不是倾国倾城，但也绝不可能是天下第1丑女。而且老者说他考中状元之后还会沦为乞丐，这更加属于天方夜谭了。不过出于礼貌，苏玉哲还是拱手向老者致谢，随后告辞离开了。老者看着苏玉哲离去的背影，微微摇了摇头，口中喃喃地说道：哎，痴儿，痴儿呀。就这样，苏玉哲在家中寒窗苦读了3年。在他19岁那年，他觉得自己可以上京赶考了，于是收拾好了行囊，准备上京赶考。临行之前，苏玉哲在集市上买了一个簪子，把刘秀兰叫到了后山之上，亲手把簪子戴到了刘秀兰的头上，深情款款地对刘秀兰说道：此次进京赶考，若是能够考取功名的话，我一定会回来娶你的。这3年以来，你顶着父亲的压力，一直不愿意嫁人，你为我付出的一切，我都看在眼里，将来我也会对你好的。说完之后，苏玉哲紧紧地抱住了刘秀兰。刘秀兰被苏玉哲所说的话感动，二人都是年轻气盛之人，就这样在后山的山洞行了夫妻之事。事后，刘秀兰又拿出了一些银子递给苏玉哲，声称这是他这些年来攒下来的，全都交给苏玉哲做盘缠。苏玉哲接过银子之后，一脸感激，连声说着谢谢。就这样，第2天一大早，苏玉哲辞别了众人，跟同乡的书生一起上京赶考了。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，他终于抵达了京城。进场考试的时候，苏玉哲下笔如有神助，自信满满地做着文章。3场考试下来，苏玉哲觉得自己考取功名应该是小菜一碟，因此他并没有着急回家，而是在京城之中等待发榜。不久之后，终于迎来了发榜。苏玉哲和一众书生都挤上前去查看是否榜上有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苏玉哲居然高居榜首。看着自己终于金榜题名，苏玉哲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多少年的寒窗苦读，最终没有白费。而自古以来，
朝廷大臣都喜欢在榜下捉婿。此时，当朝的宰相正坐在轿子里，掀开轿帘往外看，他发现高居榜首的苏玉哲相貌堂堂，极为年轻，因此宰相便想要把苏玉哲招为女婿。苏玉哲正在和其他书生闲聊，只看到一个管家模样的男子朝着苏玉哲走了过来。他对苏玉哲说道：“这位公子，请随我走吧，我们家老爷有请。”苏玉哲看着这人，觉得他谈吐不凡，应该是大户人家的管家，于是便辞别其他书生，跟着此人走了。不久之后，管家带着苏玉哲来到了宰相府，随后把苏玉哲带到了宰相的书房。宰相看到苏玉哲进来之后，面露微笑，直接开门见山地对苏玉哲说道：“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居然能够高居榜首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！老夫有一个女儿，今年18岁，想要嫁与你为妻，不知你在老家可否婚配呢？”苏玉哲听到宰相这么说，赶紧朝着宰相躬身施礼说道：“回禀宰相大人的话，草民现在并未娶妻，不过家中已有青梅竹马的心爱之人，临行之前曾经答应过他，等到考取功名之日，一定会娶她为妻的，辜负了宰相大人的一番美意，实在是抱歉。”苏玉哲说完之后，抬头看着宰相，只见宰相原本笑容满面的脸庞顿时阴沉了下来。他冷哼一声，对苏玉哲说道：“你这书生可真是不识抬举，你家中那青梅竹马，想来也是乡野之人，如今你已考中功名，将来入朝为官，怎么能够娶得如此女子为妻呢？自古婚姻都讲究门当户对，你应该找一个对你仕途有帮助的妻子。不过若是你执意要驳了本官的一番美意，那本官也不强求，只不过从此以后，在朝堂之上，本官就不会对你有所客气了。”宰相的话说得很直白，若是苏玉哲不愿意娶宰相的女儿为妻，那么将来他入朝为官，将会在朝廷中举步维艰。苏玉哲寒窗苦读数年，如今终于可以金榜题名，他实在是不希望自己的仕途有任何障碍。于是在考虑了一晚上之后，苏玉哲再次来到了宰相府，答应迎娶宰相的女儿为妻。就这样，宰相府开始忙碌了起来，大家都为宰相大人的千金小姐筹备婚礼。再说另一边，自从苏玉哲走了之后，已经有3个多月了。此时的刘秀兰日夜等待着苏玉哲回来，可是非但没有等到苏玉哲，她还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苏玉哲的孩子。刘秀兰不敢告诉其他人，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女子还未成亲就怀上孩子是要被进猪笼的。不过俗话说得好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此事最终被刘秀兰的父亲给知道了。父亲本就不想让刘秀兰嫁给苏玉哲，如今刘秀兰又怀上了苏玉哲的孩子，这使得他更加生气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听闻苏玉哲已经考中功名，将来入朝为官，风光无限，于是他便撺掇刘秀兰上京去寻找苏玉哲。刘秀兰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拖着怀孕的身子前往京城寻人。可是刘秀兰在走到一半的时候，身上的盘缠已经用光了，无奈之下，她只好一路乞讨前往京城。1个月后，她终于平安地来到了京城。可是也就在当天，刘秀兰看到了迎亲的队伍，而苏玉哲则骑着高头大马，穿着新郎官的衣服，在他的身边走过。刘秀兰打听之下才知道，原来今天是当朝的宰相嫁女儿，新郎官是新科状元郎。刘秀兰看到苏玉哲离去的背影，心如刀绞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曾经口口声声说要娶自己的苏玉哲，如今居然娶了其他人。就这样，刘秀兰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，由于饥寒交迫，她最终晕倒在了街边。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刘秀兰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脑袋昏昏沉沉的，
刚想坐起身来，他看到一个男子走了进来。这男子走进来之后，对刘秀兰说道：“你可终于醒过来了，你晕倒在路边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我把你带回家中，请了大夫给你查看身体，发现你已经怀有好几个月的身孕。你这样的身体实在不该舟车劳动啊。”经过交谈得知，这男子名叫冯子豪，也是一名书生，如今也已经考取功名，被朝廷委任为南方某县的一个县令。当他听闻刘秀兰是次新科状元的未婚妻之时，十分气愤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苏玉哲居然是这样一位贤品爱妇之人。冯子豪对刘秀兰说道：“如今我还有一段时间才会去上任，你在京城之中举目无亲，就暂时住在我这里吧。”就这样，刘秀兰住在了冯子豪的家中。二人在朝夕相处之下，冯子豪发现刘秀兰此人心地善良，虽说之前遇人不淑，但是那也不是刘秀兰的过错。因此在刘秀兰生完孩子之后，冯子豪大胆地向刘秀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。刘秀兰看着怀中的孩子，一想到冯子豪居然不嫌弃自己已经生了别人的孩子，当下十分感动。他对冯子豪说道：“只要你愿意真心对待我们母子，那我也会一心一意地做你的妻子。”就这样，在刘秀兰出了月子之后，冯子豪便带着刘秀兰母子去往南方的小县城上任去了。再说苏玉哲，自从成亲之后，过得一直不舒心。要知道，在成亲之前，苏玉哲一直没有见过宰相的女儿，就连成亲之时，也是蒙着盖头。可是当天晚上洞房花烛，苏玉哲揭开了盖头之后，顿时吓得瘫软在地。只见此女子面容丑陋，一块巨大的青紫色胎记几乎占满了整个脸颊，小眼睛、塌鼻梁、厚嘴唇。苏玉哲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丑陋的女子。但是一想到这女子是宰相的女儿，苏玉哲只好忍着心中的不适，和这女子行了夫妻之事。从此以后，苏玉哲在朝堂之上混得风生水起，有宰相大人这个岳父在，他可谓是仕途一帆风顺。只不过苏玉哲在考中功名之后，曾经回到家乡，当他得知刘秀兰去了京城，寻找自己至今下落不明，心里对刘秀兰十分愧疚。而苏玉哲的外婆赵老婆婆得知此事之后，更是一病不起。她让苏玉哲读书识字，是为了让他明是非懂道理。可是苏玉哲居然为了升官去了宰相的女儿，赵老婆婆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最终在1年之后病逝了。再说苏玉哲，虽然在朝堂之上混得风生水起，但是他在家中却抬不起头。每次面对家中的丑陋妻子之时，他都觉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这一日，苏玉哲刚刚下朝回来，听到府内有女子哭喊的声音，他走近一看，顿时面色大变。只见一个17、18岁的年轻女子被府中的家丁杖责，而在主位之上，则坐着苏玉哲的正妻。还没等苏玉哲说什么呢，正妻开口说道：“这个贱婢居然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我今天就打死他，让他死了这份心，你说是不是呀？”相公。苏玉哲看着被打得奄奄一息婢女，面色煞白。要说这女子和苏玉哲倒也有几分关系。苏玉哲每天下朝归来，不愿意面对在家中的妻子，总是以处理公务为由，躲在书房之中，直至深夜才会回房。而这婢女平日里负责给苏玉哲送些点心夜宵，看着面前那多姿的少女，再想想自己那丑陋不堪的妻子，一来二去之下，便和这婢女有了私情。按理来说，以苏玉哲的身份娶个3妻4妾不成问题，但是何奈宰相的女儿极其善妒，平日里苏玉哲就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。苏玉哲也知道妻子的性格，因此便和这婢女私下往来。可是此事最终被妻子知道了，他下令打死了婢女，
并且声称府中若是再有人敢勾引苏玉哲，全都杖毙。苏玉哲平日中本就活得不舒心，这件事也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一颗仇恨的种子也在苏玉哲的心中生根发芽了。1个月后，苏玉哲的妻子暴毙而亡。宰相得知此事之后，下令彻查。苏玉哲虽说做得极其隐蔽，但是最终还是被宰相给查了出来。从此以后，苏玉哲在朝中备受排挤，不到半年，他便被皇上贬到了一个偏远的地区做知府。若是这样也就罢了，当地土匪横行，刁民众多。苏玉哲虽说有心想要治理当地，但是俗话说得好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面对这个烂摊子，苏玉哲根本无从下手。最终因为一件件案子处理不当，苏玉哲被贬为了平民。当地的土匪恶霸看到苏玉哲被罢官，纷纷落井下石。可怜的苏玉哲只能整日以乞讨为生，过得悲惨至极。他想起了当初那位老者说过的话，那老者曾说他会考取状元，也会娶得天下第一丑女为妻，更会沦为乞丐受万人唾弃。这些事情全都应验了。再说刘秀兰，自从带着儿子嫁给了冯子豪之后，冯子豪对他们母子2人十分不错。由于冯子豪公正廉明，两袖清风，因此仅仅10年时间，他便从一个偏远地区的县令升到了京城为官。刘秀兰也成为了受人敬仰的官太太。当刘秀兰重新回到京城，得知了苏玉哲的遭遇之后，不禁感叹惋惜。再到后来，刘秀兰也为冯子豪生了3男2女，孩子们长大之后十分孝顺，2人的晚年也过得极其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